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佛历6月上11，万象多云，24到3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8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 0.04%。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4.19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15 基普，涨幅 0.17%。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187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上周五，老挝交易所综合指数走势偏弱，虽然盘中一度冲高至 1368.01 点，但最终未能守住涨幅，收盘报 1360.82 点，下跌 3.04 点，跌幅为 0.22%。总成交量为201万9600股，成交总额约为 39.35 亿基普。尽管大盘跌幅不大，但从个股表现看，空方力量略占优势，市场整体处于横盘震荡后的微调阶段。上周五参与交易的股票中，仅有1只上涨，4只下跌，其余7只持平或无交易。萨万尼表现最为亮眼，逆势上涨90基普，收盘报2940基普。在整体低迷的市场中，萨万尼成为了唯一的增长点，展现了较强的抗跌性。外贸银行作为市场的风向标，上周五成交量最大，但价格下跌了20基普，收于2490基普。作为权重股，其走低是拖累大盘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中老证券成交量位居第二，价格小幅下跌10基普，收于230基普，股价继续在低位徘徊。浦西开发和老挝农业均微跌10基普。老挝电力、老挝石油、万象中心和联合发展银行虽然有交易量，但股价维持不变。老挝水泥和东盟租赁上周五全天无交易。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222万7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0万2000基普，涨幅 0.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4月2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452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92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举办庆祝老中建交65周年图片展及讲座。4月24日，老挝党中央宣传部与中国驻老大使馆在万象联合举办图片展及专题讲座，庆祝老中建交65周年。老挝中宣部部长坎潘培亚温与中国驻老挝大使方洪出席剪彩。方洪大使在讲座中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历久弥坚，双方正致力于高水平建设命运共同体。坎潘培亚温高度评价两国深厚友谊，指出老中关系已成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中国是老挝最大投资国，老中铁路、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已成为两国合作共赢的典范。2. 阿瑟举办聚焦投资女性力量以提升咖啡价值链论坛。4月24日，超级咖啡项目专题论坛在巴瑟举行，主题为通过投资女性生产者来推动咖啡价值链的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色贡省农林厅厅长宋佩厄拉达强调，活动核心在于增强女性在资源获取、生产技术及决策方面的领导力，并搭建大金高原咖啡与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他指出，消除性别差距是产业增长的关键，女性的强大能带动家庭与国家经济稳步提升。会上，来自老挝咖啡协会及多家咖啡企业的代表就市场趋势、可持续采购及女性赋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分享了色贡省女性咖啡生产者的成功经验。3. 老挝代表团出席第38届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会议。4月22日至24日，农林部部长林康敦萨万率团出席在文莱举行的第38届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会议。林康敦萨万部长在会上阐述了老挝粮食系统转型的6大国家政策，
包括政策协同、增强气候韧性、依托老中铁路整合产业链、提升多样化营养、规范市场标准及减少能源依赖。会议重点讨论了区域粮食安全与政策协作。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由老挝承办2028年第39届粮农组织亚太区域会议。4. 南峨1号水电站传统展厅落成仪式在万象省举行。4月23日，万象省举行国际劳动节140周年庆祝活动暨南峨1号水电站传统展厅落成仪式。万象省委书记普塔努佩塞颂巴及财政部副部长苏里尔斯万纳朱坎等领导出席。该展厅由老挝电力公司筹建，旨在纪念电站投产55周年。展厅通过老照片和旧设备，系统展示了南峨1号从筹建到扩建的历史，特别强调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以及与日本政府等国际伙伴的合作成果。此举意在打造一个集历史与技术于一体的教育中心，让后辈和游客深入了解老挝水电事业的发展基石。5. 沙拉湾省启动2026年道路安全周。4月24日，沙拉湾省举行全国道路安全周启动仪式暨国际劳动节140周年庆祝活动，省委书记道欧鹏桥出席。此次道路安全周旨在落实交通法律及联合国安全协议，通过提高全民意识，减少超速和酒驾等事故诱因，降低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活动同时关注劳动者权益，指出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及通胀压力，工会已将最低月薪标准提升至250万吉普，以加强社会保障。活动最后举行了剪彩仪式、健康步行及交通安全知识竞赛。6. 老挝总理夫人率队向民族中学捐赠爱心物资。4月25日，总理夫人万达拉西潘敦联合占巴塞社会团结基金会及省女企业家协会，向当地民族中学捐赠了总价值逾7000万吉普的物资。捐赠物资包括书籍、文具、体育器材、食品及生活日用品，并提供部分行政办公经费支持。省教育体育厅厅长普万阿派及学校师生出席仪式。此次慈善活动旨在通过改善教育设施与学生生活物资，激励少数民族学子刻苦学习，助力学校提升教学质量。7. 法国专家助力老挝巴吞彭县阿觉托莫斯古遗址。4月23日，巴吞彭县文旅办主任本良本达詹一行赴托莫斯遗址调研阿觉进度。该项目由老挝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开展。托莫斯位于湄公河畔，距阿普斯11公里，历史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曾是吴哥王朝供奉湿婆神的重要圣地。考古团队近期发现了12世纪的金美塔门及7世纪的砂岩林家等珍贵文物，并推测该处存在吴哥前期的砖结构建筑。此次挖掘不仅深化了对古文明的理解，也为该遗址的保护、修复及其向文化旅游景点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8. 拉康彭县领导走访遭强风袭击的受灾家庭。4月23日，县委书记文马尼蒙西尔萨与县长塞萨纳西萨尔率队慰问了遭遇强风暴袭击的52户家庭。县政府调拨了县级灾害基金并动员社会捐款，共筹集3660万吉普发放给受灾群众。县领导对房屋受损严重的家庭表达了关切，并肯定了村民在灾后清理与重建中表现出的团结互助精神。目前，灾区恢复工作正有序进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